Guys，精品精品，看这个还是可以翻上来的哦，可以翻上来，可以看到我们。这个也可以翻，这个也可以翻。我们今天就尽量不要拍到人哈。What's up, guys？ 嗨，在手上拿着2个Insta360的镜子，上个礼拜才刚买啊，大家讲不懂啊，不懂。20 good man。是不是后悔没有入手？我不懂啊，这个还可以拆下来放在胸口前面，我然后不想哦，不想哦。它这个我就觉得它很方便，它就集齐了其他的优点，就是你可以拍很多不同的那种视角，这种。我这边拍的有这个。哦，你可以带去演唱会里面诶。可以可以，但其实 Pocket 3也可以。哦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它香味全部留给我。OK， 对，你看那个烟它是往那里飘的。没有白油饭难吃过。白油饭没有这么好。好可怜，这个还要在工作，没招了，没招了。我们在选滤镜，我很久没有用了，都不知道哪个。这就是深圳的流量。我们来到了华强北。华强北电子中心也是中国的硅谷。华强北 Market。三星也可以。三星可以。有的下面，对对，从这里开始都是。哇塞！就是我们刚刚试听了一下它那个假的，不是原就是假的，就是仿的。仿的，就是它已经就是那种很塑料、很捂耳朵的那种。我也想看一下硅胶手机壳。对，看啊，这边好多呢。姐，有三星的手机壳吗？没有。那你们在拼多多、淘宝、拉扎大、手臂上面有买的，是不三星的是在这边手机壳吗？批发出去的？这边有。找不到。这边有贴手表的膜的吗？楼下。这个转过来，它就是 USB， 过来它就是 Type C。都不掰了，都不掰了，嘿嘿。哇！超凉。要請400萬，如果大嗰啲，呢個1800蚊，呢個升咗更加離譜。我觉得华强北就不是给普通人来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掺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它有真的东西，有假的东西，有二手的东西，所以你不是对数码有一定的认识的话，你来这里很容易踩坑。但如果你很会的话，你绝对能淘到很有性价比的二手的东西。就算你不买了，你来看一看，你会觉得很开心，就是来见证一下数码的发展史这样。你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，就这边的老板他很愿意跟你去交流，比如说你想要找胶片机啊，你要找旧的 CCD 啊，他都会很愿意去跟你分享他知道的所有东西。你甚至东西坏了，你都可以来这里修，但是就是要注意甄别，因为你看这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东西，对吧？他怕被抓，有点赶时间，有点赶时间。有进无险，有进无险，我们要分道扬镳了。那这也不是这么说。因为我们没有票可以买啦，所以我给自己买了一个1等票，他只能去做2等票，所以我们要分道扬镳。欢迎来是这个站里面去上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到1号车厢去等车了。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。拜拜。这也太区别对待了。1、2都在这里。那没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Hi.
我哋而家喺香港，你識唔識講廣東話？冇，哇，好漂亮！走哥哥出發咯！我们可以坐地铁直达地铁口，离我们酒店只有200米。 OK， 但是也可以打车，因为高德罗了一个1折的打车券，也就是说我只用花10%的价格就可以打到这辆车。这你之后也要打啥？哦，不能录。好的。看你的能不能少接一下。八达通，我已经买了呀。这是我。我懂。酒店。哦 ，Damn, my sky， 还不错嘛。在香港的第一天，我们选择了去吃台湾卤肉饭。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是怎么想的，但反正这是我们的第一餐啦。其实，在香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比如说牛腩饭呀，或者是菠萝包啊，但它的价格就真的没有像澳门这么便宜。澳门都算便宜，香港的物价真的很贵，后面你们会看到的。反正这些天真的震惊了我对物价的三观，太贵了。哇，好大呀！喂。哦，by the way，你们刚刚应该有看到我们去买那个八达通的卡，因为八达通在香港相等于我们的Touch 'n Go这样子，就是它可以在任何地方，大部分地方去消费，它也可以用来坐公交、坐地铁，所以也是非常方便的一张卡。你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去买一张，这样你旅游就会方便很多咯。香港还有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它这种叮铃铃铃铃铃的声音，就好像是要为了提醒路人，但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很焦虑耶。然后玩到一半就累成这个样子，好像没有睡觉这样。你看这个人的眼睛，嘿嘿。早晨啊 ，everybody！ 我哋而家去食嘢啦。而家係12點，我哋諗住去瞓醒咗先至去食嘢，但係而家好似都唔係好好啊！你哋睇，好熱啊，非常之熱啊！什麼？现金没带。又没带。佢哋而家係牛汁魚蛋粉，你可以睇下嗰嚿錢係吉隆坡嘅，吉隆坡都冇咁貴。然后啊，吃饱喝足，无一例外呢，我又来喝咖啡哦。谁叫我是咖啡主理人？这家店呢，也就没有像澳门这么的小，因为香港相对来说地方还是比较多、比较大的。它的咖啡也做得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的好喝。具体是什么味道我也忘记了，因为是半年前的事情啊。不过它的细节处理得非常非常好，就是它会先给你闻这个咖啡豆，然后再给你喝，它还告诉你这产地是哪里，它还会给你一张介绍卡片，真的非常非常细心的一间咖啡店。
然后我们就继续逛街哦，我们就坐了一个巴士去中环，打算坐它那个中环摩天轮。但这里因为我们不小心坐到机场的专线，所以好像付了很多的钱，就付了几十块。本来这个巴士是要坐几块钱而已的，但我们因为坐错了巴士线，所以就多付了多少钱，我忘记是不是这个行程。反正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事情，然后这条水就很怨恨我。最后我是把钱给他了，但是他就到现在还一直在搞我这件事情。我感觉香港的市容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，尤其是在太阳很大的时候，你拍出来的感觉就很有那种 contrast。我不知道你们能 feel 到我，反正我是覺得很好看的。我哋依家喺銅鑼灣呢度就冇乜人拍㗎啦，樓下應該都係去多利亞港嘅。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家 Oma Coffee Space， 它这间咖啡店呢，更多是做 roasting 的，它的咖啡豆非常非常非常的好，当然也价格比较高啦，但它就不做很多花里胡哨的，它就做手冲还有 espresso， 就很专注在咖啡豆本身的一家咖啡店，所以它很有名。是有一个朋友从香港带了他们家的咖啡豆给我之后，我才认识这家咖啡店的。今天也总算是能够亲自来这边喝一下啦。然后我是用 Wise Card 还钱的，这还是挺好用的。但是第一次用的时候，你是要用 PIN 去还钱的，就是你要插到那个 machine 里面去，你才可以还钱。所以这点你们要注意啊！我绝对没有在打广告，我只是推广一下，它真的很好用。然后又继续走路咯，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带一个雨伞的，因为香港这种地方哦，太阳一晒起来是真的很热很辣的，有一个雨伞哦，你至少走得能够舒服一点。然后最后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摩天轮的地方，它真的很高，然后这整个地方也是很好看的，它就是特地设了一个地方给你去搭摩天轮，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冰淇淋车，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来一次啦，试试看体验一下咯。加比就有，是贵州，加比贵州有山，加比有海，贵州有山水。加比有海看。我们拍了个免费照，可是免费，哦，取拍照是免费的，取要钱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摩天轮，好高好高的摩天轮。这太精品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被吃掉了。坐完摩天轮呢，它旁边就有一个港口，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坐船回到北岸那边去。我们的后面的行程呢，就是去这个维多利亚港去跟明星手印手贴手这样子。上楼吗？还是在这里？看你了。
这里还是很 chill 的啦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港星的手印，我就不赘述有谁了。基本上你能懂的都有在这边，你不懂的也在这里。可以。你跟他比一比吧，也还可以啊。也还在，健康的很。够用，厕所非常的够用。对啊，这个人做的。酒店还是舒服的，那住那种中国的小民宿那种就很糟糕。哦耶，什么好像还没有跟你们讲到我们酒店花多少钱？我们酒店好像是订了500多块钱人民币，还蛮贵的，但是住的体验还是很好的啦，存点钱哦。香港的物价我都懒得讲，你自己看一下人家凉茶卖多少钱哦。哪里有人喝糖水是加白糖？然后我们又在赶时间了，我们好像只剩下2个小时多去机场。然后这个巴士一直在停，一直在上人，一直在停，在上人。不过沿途的风景是很好看的啦。巴士和地铁也是唯二2个方法能够最快去到机场的啦，就是一路站着有点累。我脚一直都站直的，我现在瘸了，脚弯的就要痛。香港机场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去上海虹桥的必须在3031。然后我们是去浦东。对。我们好尊贵呀！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情况，就是我们打包了这个糖水吧，因为在店里吃不了，担心赶时间，现在来到这里啊，然后发现进去不能带液体，它是液体，所以我们店里赶紧把它给喝掉。我们带走是为了赶时间，但是我们忘了在机场也要赶时间。靠腰！我在车上才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。因為我環保啊嘛，咁佢咧快速入版，呢份嘅咧呢個係4.3個字左右，就要去到一蚊字嘛。我感觉香港的机场就是还蛮高级的，就是它采光很好，然后整个 design 就是很 bling bling 这样子。但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好像是一个观机坪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看飞机起落，看飞机走来走去这样子，就是很适合那种航空迷。而且当天也是蓝天白云的样子，就真的很好看。OK 啦，然后香港的旅行就到此为止啦。我们下一站呢会去东北，那个 vlog 有点长，你们看到的时候应该是要到3到4月啊。So 呀，再见啦，谢谢你们观看我的 vlog，我们下一期再见 ，Goodbye。